小白学习量化交易 MT500。大家好啊，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内容是如何使用 MT5来做量化交易的回测。因为不少观众在拿到我给的测试 EA 之后，好像并不能正确的使用啊，所以我今天就简单做一下演示啊，如何去回测一个 EA。至于说为什么要回测，如何评判一个回测的结果，这些我们以后再说。今天只讲一下操作。A 就是打开 MT5软件，然后我们点击文件，点击打开数据文件夹，然后我们点击 MQL5，然后点击 EA 的这个文件夹。你可以自己创建一个文件夹，也可以选择直接放在这个根目录下面。我选择放在这个文件夹下，因为我这里面就有了，就放在这个文件夹下就可以了。然后再次回到 MT5，然后在这个地方 EA 交易这里点击刷新，刷新之后，EA 就会出现在这里面了。下面就是点击这个查看策略测试，也可以使用 Ctrl+R， 这就是策略测试的面板。我们刚才不是把我给的那个给你们的 EA 放在这个文件夹下面了吗？然后你们在 MT5里面就根据这个路径去找就行了，就找到这个举例说明就是这个 class 一 simple time by 点 ex5，这就是我们的要测试的 EA。旁边这个 IDE 图标呢，就是打开点击它的话，就跳转到 MetaEditor， 跳转到源码界面了。旁边这个齿轮就是设置，这个基本上不常用。交易品种就是说你要在哪一个品种上测试啊？你要在每日上测试啊，还是黄金上测试啊，还是放日上测试呀，都可以啊。下面就是旁边的这个就是时间周期，我们这里选1分钟。我基本上每一个 EA 都是默认在1分钟的级别啊，不是说我们只做1分钟，而是这里1分钟就代表它提供什么级别下的数据。这个按钮就是介绍当前这个交易品种的一些数据啊，没什么可看的。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点差部分，因为有些你可以在这里更改你的交易成本。点差是我们交易成本一个大头的部分啊，在这里你可以进行固定的点差设置，比如说我们这里傍日设置5个点、2个点都可以。我这里是用的是浮动点差。为什么我这里用浮动点差呢？因为我对数据的点差是有我自己维护的方式和方法的。比如说最早的这2012年，如果你是交易商自带的这个数据啊，你很有可能12年到13年到17年，你的点差可能都是没有的。这个没有会影响什么呢？会影响到我们在回测期间前期的这些历史数据回测出来的数据会特别的好，因为你没有点差嘛，就没有成本啊。你没有成本，那你就会凭空的多出来很多的利润，这个不合理啊。这在 US500也标普500上
特别明显啊。比如说你看它是2012年之前的这些数据啊，首先数据级别就很差，另外就是它都是没有点差的，你这没有点差，你这测试出来的结果当然好啊，所以这个就不准。像我自己维护的这一套数据的话，这个点差我都是给加上去的，并且也都是浮动的，不是固定的某一个点差，它是每一个时间每一分钟都不一样的，每一分钟我都是按照最近的点差权重来分配到这些历史行情中去的。所以不管你是多远的数据，它的交易成本我都是算进去的，都是跟现在的行情所匹配的，这样回测出来的数据才不会有一些太大的偏差。下一项这个日期，日期就顾名思义就是测试你要从哪一年开始到哪一年结束嘛。我们这里就测试2012年到2023年1月1号。转季这里用的其实很少，我个人理解它这个概念啊，就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一个 in sample 和 out sample 的验证的一个概念。对于这种方式的话，我其实更喜欢用手动啊，这个用的真的很少。另外，这个 MT5的翻译啊，有时候你真是理解不了。下一项，延迟，这里延迟我基本就选的零延迟，因为我是用的 VPS 啊，就是放在国外的一个服务器来跑我的 EA 的，所以我用这个也不准，275毫秒也不准，因为我的 VPS 啊，大部分也就是5秒之内啊，所以我这里基本就不改它，就用零延迟。旁边这个就是手续费的设置，我这里使用的是自定义的手续费啊，包括这是外汇的，商品期货的，这还有股票的纳斯达克，这些所有的手续费啊，我们也都是加进去的。尤其你如果是使用的自定义的这种自己维护数据的这种方式啊，你这个一定要设置好啊，手续费一定要加上去。模式的话，这里有几种，每次报价和每个点基于实时点啊。如果这里这两种方式都是说 take 级别的，只要有一个新的价格产生，他们就会运行一次啊。这两个的话，这个每个点基于实时点是这个交易商的最真实的报价，这个每次报价应该是 MT5 软件根据这个自动生成出来的。如果你是做波头皮交易啊，就是对于价格非常敏感的那种交易策略，那你就使用这个每个点基于实时点来测试，这能真实反映的历史的价格情况。我个人的话是使用的1分钟，高开低收，还有这个仅使用开价。我其实大部分使用的是仅使用开价。为什么使用这个啊？不只是运行快，还有一个背后有一个很深的逻辑，就是说我只有使用这个，才能保证我回测的结果，在回测里面运行的方式，跟我在实仓真实仓位里面运行的方式是一致的。这个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啊。我推荐你们用这个，如果不是做波头皮的话，就推荐你们用1分钟高开低收就可以了。我个人用这个。下面就是入金我基本上默认就是1万，然后杠杆就是500倍的杠杆。这个杠杆啊，其实更多的是提高你资金
利用率的问题，跟这个风不风险没什么太大关系。不是说你开50倍杠杆就安全，开500倍杠杆就危险，这个完全在于你自己的资金管理是什么样子的，跟这个杠不杠杆没什么关系最起码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是能开多高就开多高。下一项优化，如果选择禁用的话，就代表的是只做一次回测，就是没有使用优化的。完整算法和这个基于快速遗传算法，这两个都是用来找参数的过程。就是完整算法，这个输入这个标签里面就有这个从开始步长到停止，这个地方输入的值就不起作用了。它代表的完整算法代表的就是说，它会从你写的这些参数每一个组合一个一个的做回测。比如说用0来搭配100的止损点位，搭配100的止盈点位来做一次测试。依次的你看我们这里总共加起来可能就有9600种，可能9600种结果。这个就是完整算法和基于快速遗传算法共性的东西就是用来找参数的过程。另外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呢？完整算法就是说，比如说你这有9600种可能，它就依次的运行，直接把9600种全部给你跑一遍，运行完成之后给你选，不论你是按照最大结余还是说最大采收率还是夏普比例不管你是以哪一种评判标准，它就给你选最大的，就这么排名。另一种就是基于快速遗传算法，这个它就是说，是一种算法，它不会把你9600种全部跑完的。最开始就是随机的跑一下，就慢慢的，就它会学习嘛，它知道你哪一种参数的组合最有可能，盈利最大，采收率最大，夏普比例最大，它就会向那个参数靠近，这样运行出来。它不会运行完9600种。还有就是在市场报价中选择全部交易品种，意思就是说它会把你，它就不是优化了你看这个地方又起作用了，这个地方又变成灰色的禁用了。它意思就是说，使用你这一组参数，然后在你拥有的这些交易品种里面全部去试一遍，看看他们的最终交易的结果如何。好，就这个概览里边，其实概览里边的内容就是这里边的内容就是这里边和这里边的内容。好，然后就到输入，输入就是说你这个 EA 暴露出来有多少可以更改的参数你把这里选择完成之后，在这里也选择好你的所需要测试的参数之后，然后我们点击这个地方开始，然后它就会针对于这个地方去跑一遍。如果你勾选了这个显示图表指标和交易的可视化模式，它就会出现这个图表它就会把整个过程也给你显示出来。而你这个地方可以控制整个回测的速度比如说现在是这个速度，我可以再往左边拨的话，就是让它速度慢一点，眼睛还跟得上。往最右边就是加快这个回测的速度这上面图标你们都可以自己去试一下。然后就是它下面这个部分，就是相当于是它的详情了，订单详情页面。然后历史的话，就是顾名思义，历史订单嘛。
日志面板的话，你可以在这里看一下有没有报错，看一下你整个策略有没有报错。然后我们把这个拖到最右边，就代表它这个速度最快了啊。我们就不运行，不在这上面运行完了，因为这个可视化的模式速度还是有点慢。我们把它去掉，去掉之后再点击开始，它会快很多。好，运行完了，我们点击一下图表，看一下绩效啊。对，这图表这里就是跑的它整个回测之后的结果，有结余啊，也有当前净值的这种曲线。然后后台测试就是一些具体的参数了，什么总盈利呀、毛利、毛损、盈利因子、采收率这些东西啊，交易笔数啊，夏普比例，最大回撤，这些你们都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啊。我个人的话看的比较多的就是采收率、交易总计、胜率，胜率也看一下，胜率不能太低。然后就是平均获利，还有平均亏损，连续的止损是多少比啊？也就连败多少比，还有就是最大的回撤是多少？对，就看这一些。至于说下面这些，帮你统计的每月盈利、每周盈利啊，哪一天盈利最好，哪一天盈利最差的这种，我基本是不看的，我也不会以它为作为我优化的参考，因为这样可能会造成过度拟合，所以我基本上是不看。其余的就没什么说的必要了。对，还有这个优化的问题啊，给大家演示一下。完整优化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它会把你9600种可能全部运行一遍，我们这里就不运行了，时间太长了，就基于快速遗传算法，以什么排序的话，以采收率吧，点击开始。这样它就会针对这9600种可能做快速遗传算法的优化，会帮助我们选出最好的参数。另外我在这里说一下，这个模式只是帮助你做一下简单的回测，比如说刚才的那个可视化的界面，在这个过程中去感受这个策略的运行方式、运行细节，去感受它在什么样的行情下可能会造成连续的亏损，在什么行情下是它盈利的行情、盈利的优势的时候。具体的参数的优化呢，也不是我这里演示的说这么一选，算法优化把参数一写就完了，不是这么简单的。它是一个优化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过程，它里面涉及的比如说 in sample 验证、out sample 验证、walk forward、WFA 验证，还有蒙特卡罗模拟，还有这种投资组合的相关性的计算，自定义这种评判指标的这种编写，它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我们选择一组参数，会经过相当也不能说漫长吧，相当复杂的一个过程才能够选择出来。包括参数的渗透性，不是我今天这么一个视频，就能讲明白的。这个后续吧，后续再讲相关的内容。这个有点漫长啊，我加速一下吧。好，我们运行完了。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初级的一个参数优化的过程，很不严谨的过程啊，但是只是作为我演示而已啊。
它这测出来的结果比我们刚才测试的这个22、100、1100的这组参数可能要好的很多很多。然后测出来之后，点击右键运行单个测试来观察，就把这一组参数带入到棒日里面去进行回测，这优化一下成绩一下就好了。这是10.34的采收率，这资金曲线，哇塞！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了。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还请点赞、评论、留言。让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拜拜。